浩瀚星空安静的诡异，所有人都被那把青铜剑所深深震撼。那是何人的手段？就在众人惊奇之际，那把青铜剑忽然动了，速度依旧很快，可在这浩瀚星空之中，众人还是能够捕捉到它的位置。最终，它在一处距离结界门较远的地方消失，那里很空旷，没有任何势力驻扎，而那里也正是青铜剑出现的地方。众人目光锁定在那片空荡的星空，想要搜寻出那把青铜剑的主人。就连界天然也回头观望，眼眸之中闪烁着别样的光芒。他甚至动用了特殊的观察手段，但所有人都找寻不出来，也包括距离较远运用阵法观察的楚风以及龙一龙二两位道长，实力不弱于界天然，看来多半是远古存在。这是在立威啊，在告诉所有人，这个时代不是当代武者做主，远古修武者反而更强。一番观察后，龙二道长感叹，他自然也找不到那青铜剑的主人。立威需要本钱，这位很有本钱，远古存在真是恐怖，我们至今都不知他们具体的实力。龙一道长也是感叹，但其中也蕴含忌惮。刚刚那些蝙蝠妖兽群一同出现时，连他们都心生退意，那种压迫感太强了，就像是几个未满10岁的小孩和人约架，结果对面来了一群成年大汉，这怎么打？根本没法打，甚至就连界天然能否应对，他们也不确定，因为对方数量太多了。可青铜剑的主人却是如此轻易的就将那些蝙蝠妖兽全部抹杀，可见其实力完全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至少对比那些蝙蝠妖兽乃是如此。但这个抹杀蝙蝠妖兽的存在，搞不好也将是他们日后将要面对的对手。面对这样的对手，想一想，他都背脊发寒。就在此时，那些蝙蝠妖兽的身躯开始分裂散去，并非是结界之力，而是一种黑色气体。见状，界天染布置结界，还想要封锁那黑色气体，可那些妖物化作的气体竟穿透界天染布下的结界，全部涌入到了结界门之内，并非实体，是幻化出来的手段吗？这么逼真，在其散去之间，竟丝毫看不出破绽。莫非这神之时代内不仅有力量，还藏着强大存在？龙二道长分析着，是个下马威，在告诉我们，这神之时代内的力量没那么好得到。龙一道长此话说完，看向楚风，楚风小友，你怎么看？我们还进去吗？富贵险中求，来都来了，总不能就这么回去。楚风道，好，既然如此，咱们也进去。龙一道长说话间，取出2个宝物，那2个宝物宛如黄金打造，一个似是眼球，一个似是心脏，而这2件宝物上面都贴着一张符纸。龙一道长将贴在眼球上的符纸撕下，那宝物立刻变大，形成一座阵法。楚风少侠，龙一道长看向楚风，关于这件宝物，楚风早有耳闻，龙一道长早就说过，他此行准备了这样的宝物。于是楚风毫不犹豫地踏入其中，随后龙一道长将那形似心脏之宝物上的符纸撕下，那宝物也是立刻变大。龙二道长也是踏入其中，随后龙一道长以符纸为刃，割开手指，将血滴入那2件宝物上，紧接着又捏动法诀，刹那间2件宝物光芒大盛，但又快速缩小，不仅彻底变成眼球与心脏，更是与龙一道长的眼球与心脏一模一样，不只是大小，就连外貌气息也是相同的。而龙一道长则是将那藏有楚风与龙二道长的宝物分别仿佛自己的眼眶以及心脏处，看上去就是他的本体一般。楚风少侠，感觉如何？没有不适之感吧？龙一道长问。前辈，感觉很好。楚风道，这宝物能让他们3人看似融为一体，这样不仅更方便动身，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用来规避一些阵法。有些遗迹内的阵法不允许联手合作，会强制将人分开，各自为战。他们从正常的结界门踏入，楚风没有2位道长将很危险，而2位道长没有楚风指点，也难以大展拳脚。所以龙一道长在得知楚风想与他们联手进入神之时代后，便特意花大价钱准备了这样的宝物。此时界天染已率领7届圣府的大军率先踏入了那结界大门之内。原本经过蝙蝠妖兽的恐吓，已是心生退意的人们，眼见着有界天染开路，便也不再害怕，纷纷跟了进去。当然小辈强者们自然也是从小辈入口踏入，就算有凶险，那也是相对等的。他们自认为小辈结界门内的凶险程度是他们这些小辈能够应对。至于龙一道长，也是在伪装后便直接动身，他并没有隐藏身影，因为他伪装面容的手段也是一件宝物，他有信心，就算界天染也看不穿他的伪装，自然也就无需隐藏，反而混入大部队之中，也许有的时候还能与其他阵营的高手合作一下。进入结界门，周遭的一切宛如空间隧道一般，起初一切看上去没有任何不妥，也就只觉得这结界门确实太过巨大，就连进入的路程也显得漫长，因为体积的差距太过巨大，倒是有一种来自小人国的众人误入了巨人国的错觉。可忽然一股强大的结界之力将他们所有人笼罩，这一刻楚风被传送之力包裹，只是一瞬间，周遭的一切便发生了变化。他不是在浩瀚无边的结界隧道之内，而是进入了一个昏天暗地、满是黑色岩石的世界。前辈，楚风发现他已经从龙一道长精心准备的宝物中出来了，而仔细观察外加呼唤之后，楚风确定了一件事：龙一道长精心准备的宝物并没有发挥功效，
又或者是那宝物发挥了功效，但奈何这里的阵法力量太强，那宝物未能成功规避。总之，楚风与龙翼龙2位道长分开了，这可真是头大。楚风倍感无语，他一个区区半神，落入了这样的地方，就连他也觉得很不乐观。